大家好，我是陈明志。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件你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的事情。你每天喝的那杯茶真的适合你的肾脏吗？先说一个让人意外的事实，目前将近60%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每天都在喝某一种看似温和的饮品。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饮品正在让肾脏悄悄超载，血液里的钾和磷离子一点一点累积，心脏开始发出警讯，却还以为自己在养生。这不是小事，这是肾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要带你检视9种对肾脏来说可能是隐形威胁的日常饮品。我们会讲清楚每一种饮品的营养成分，讲清楚它对虚弱肾脏的真实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有没有方法可以相对安全的饮用，因为有时候只要调整分量或时机，风险就能大幅降低。特别提醒你，千万不要跳过最后一种。那是一种几乎每个家庭餐桌上都会出现的饮品，却长期被严重误解。在开始之前，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从哪里收看这段影片？是台北、高雄、台南，还是远在美国、日本、欧洲的朋友正在关心家中长辈的健康？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种，浓茶，看似清雅解渴，却可能在无声中压垮肾脏。浓茶在许多家庭里是每天必备的饮品。一壶热腾腾的乌龙或铁观音，配着点心，坐在客厅里慢慢喝，这几乎是许多中老年人最熟悉的日常节奏。茶叶本身含有茶多酚、儿茶素和少量维生素，对提升代谢和抗氧化确实有一定帮助。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很少人认真看待过。浓茶中的草酸含量非常高，每杯浓泡的红茶或绿茶，草酸浓度可达每升14到70毫克，依冲泡时间长短而异。对肾脏健康的人来说，适量草酸由肾脏过滤后随尿液排出，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对肾功能已经开始下降的人来说，草酸无法被完整排出，会与血液中的钙离子结合，在肾脏中形成草酸钙结晶，这正是肾结石最常见的来源之一。更麻烦的是，浓茶中还含有相当浓度的钾离子。一杯300毫升的浓泡红茶，钾含量可高达250到350毫克。如果你每天喝2到3杯，累积的钾摄取量就已经十分接近慢性肾脏病患者每日建议的上限2000毫克，更别说还有其他饮食来源需要计算在内。根据肾脏医学与代谢研究期刊的数据，在已确诊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中，习惯每日饮用浓茶者，出现高草酸尿症的比例是不喝茶者的 2.3 倍。当草酸与钾双重累积，肾脏负担会以几何级数增加，症状包括腰侧隐痛、排尿灼热、疲劳和下肢水肿。如果你真的离不开茶，有几个做法可以参考。第一，改喝淡茶，冲泡时间控制在1分钟以内，避免长泡浓茶。第二，选择草酸含量较低的白茶或轻发酵茶，减少草酸来源。第三，每日茶饮总量不超过2杯，且不在饭后立即饮用，以免影响矿物质吸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肾功能状况不同，耐受程度也不一样，请务必和你的主治医师或营养师讨论，找到专属于你的建议，不要盲目套用他人的经验。照顾肾脏不只是少喝一杯茶的问题，而是学会真正了解自己身体的极限，然后做出清醒的选择。肾脏损伤不会出生，但后果是真实的。让每一杯饮品都成为一个明智的决定。第二种，椰子水，被誉为天然电解质饮料，但对肾功能不佳者可能是钾离子炸弹。椰子水近年来非常受欢迎，它口感清甜，号称富含天然电解质。在运动饮料盛行的时代，被大量媒体和健康博主推崇为比运动饮料更好的补水选择。确实，椰子水含有镁、钙和少量钠，对维持正常体液平衡有一定帮助。但对肾脏功能有问题的人，这里有一件事必须正视。一杯240毫升的椰子水，钾含量约达600毫克。请你想一想，这已经是慢性肾脏病患者每日钾摄取建议上限的将近1/3。如果你早上喝了一杯椰子水，下午又吃了香蕉或菠菜，那一天的钾摄取量很可能早就悄悄超标了。当血钾浓度过高，医学上称为高血钾症，身体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症状。心律不整是最常见的初期信号，其次是手脚麻木、肌肉无力，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心脏传导阻滞，引发危及生命的心脏事件。对已有心血管疾病或慢性肾衰竭的老年人来说，这种风险绝对不能轻忽。
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建议，肾丝球过滤率低于45的患者，应完全避免椰子水，不管是新鲜椰子水、瓶装椰子水还是椰奶，都应该纳入控制范围。如果你仍然希望补充电解质，可以改用钾含量较低的饮品，例如稀释的运动饮料，或是在医师允许范围内补充少量淡盐水。最好的方式是与营养师合作，制定个人化的补水计划，而不是跟着网络上的养生建议盲目跟从。如果觉得这个分享有帮助，请在下方留言2，这是让我知道你仍在关心自己健康的最简单方式。第3种豆浆，植物性蛋白的代表，但磷和钾的含量对肾脏病患者来说并不友善。豆浆是台湾早餐文化里最不可缺少的存在。一杯热豆浆配一根油条或烧饼，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记忆。豆浆确实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大豆异黄酮和 B 群维生素，对一般人来说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饮品。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豆浆对肾脏病患者来说，同时带来了2个棘手的问题：磷和钾。一杯240毫升的无糖豆浆，钾含量约为270毫克，磷含量约为120毫克。单看数字似乎不高，但问题在于肾功能不佳时，磷的排除效率会大幅下降。血磷升高会导致钙从骨骼中流失，引发肾性骨病，表现为骨痛、关节疼痛和脆弱性骨折。而这类骨折在老年患者中往往非常危险。更复杂的是，豆浆通常不只喝一杯，很多人习惯早餐一杯，下午再来一杯，一天累积下来，磷和钾的总量对虚弱的肾脏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负担。根据台湾肾脏护理杂志的研究，慢性肾脏病第3期以上的患者，若每日摄取豆浆超过1杯，血磷超标的风险显著上升。如果你仍然想喝豆浆，有几个做法可以参考。第一，每日不超过半杯，约120毫升。第二，选择有经过豆渣过滤的清豆浆，而非带有大量豆渣的浓豆浆。第三，避免在同一天摄取其他高磷食物，例如动物内脏、全谷物或坚果。请在调整饮食前，先咨询肾脏专科医师的意见。第4种，果汁，特别是柳丁汁和葡萄汁，看似补充维生素，实则暗藏高钾与高糖风险。果汁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是健康的代名词。每天早上喝一杯现榨柳丁汁，补充维生素 C， 这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养生习惯。但问题出在榨汁这个动作本身。当水果被榨成汁，水分被保留，但纤维被大量去除。纤维的功能之一是减缓糖分和矿物质的吸收速度，少了纤维钾和糖分的吸收会变得更快、更集中。一杯240毫升的现榨柳丁汁，钾含量高达458毫克，糖分约21克。一杯葡萄汁的钾含量则可达334毫克，糖分甚至更高。对于同时患有糖尿病与慢性肾脏病的老年人来说，这是双重的威胁。高血糖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导致蛋白质从尿液中渗漏，这是糖尿病肾病变的早期征兆。若血糖长期控制不佳，可能演变成慢性肾衰竭，最终需要定期洗肾。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台南的林建国先生65岁，每天早上都会自己榨一大杯中和果汁，里面有柳丁、芒果和木瓜，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天然补充。但在一次门诊追踪中，医师发现他的血钾指数明显偏高，肾功能也比半年前下降了一个级别。重新整理饮食记录才发现，那杯每天的果汁钾含量加总将近900毫克，几乎占了他每日建议上限的一半。从那以后，他改喝白开水加几片柠檬，并说：“我以为榨汁比吃药还健康，没想到竟然是在给肾脏加班。”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训。天然不等于没有风险，榨汁不等于安全。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有帮助，请在下方留言4，让我知道你还在关心自己的健康。第5种，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的好帮手，但对肾脏病患者来说，钠和钾的浓度都需要高度警惕。运动饮料最初是为了帮助运动员在大量流汗后快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而设计的。对于健康且运动量大的人来说，它确实有实际效果。但问题是，很多中老年人把它当成日常饮料，觉得比白开水更有营养，比椰子水更方便，甚至相信喝了会感觉比较有精神。一瓶500毫升的市售运动饮料，钠含量约为400到500毫克，钾含量约为150到200毫克，糖分约25克。
单独看这些数字不算惊人，但问题在于累积效应。如果一天喝2瓶，加上正常饮食的钠摄取，很容易将每日总钠量推高到2500毫克以上。对于本来就有高血压和肾功能不佳的老年人来说，过多的钠会增加体液滞留，进一步加重水肿和血压上升。根据台湾肾脏学会的建议，慢性肾脏病患者每日钠摄取量应控制在1500到2000毫克以下，一天2瓶运动饮料加上正常3餐几乎必然超标。更危险的是，有些老年人在感觉疲惫或头晕时，会直接喝运动饮料补充能量。但如果头晕的原因本身就是高血钾或肾功能下降，喝运动饮料只会让情况更糟，而不是改善症状。最安全的补水方式，对大多数肾脏病患者来说，仍然是白开水。如果需要补充电解质，请先咨询医师，确认你的钾和钠的限制范围，再决定是否需要额外补充以及用什么方式补充。第6种，奶茶和手摇饮料。高糖高磷的隐形地雷，肾脏病患者的饮品禁区。手摇饮料在台湾已经是一种生活文化，街头每隔几步就有一家饮料店，珍珠奶茶、鸭屎香拿铁、芋泥波霸，让人眼花缭乱。很多长辈也跟着晚辈一起喝，觉得偶尔一杯无妨。但对肾脏病患者来说，这杯饮料里藏的不止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磷，奶茶使用的奶精或奶粉含有大量的磷酸盐添加剂。这类无机磷的吸收率远高于天然食物中的有机磷，可高达 90% 以上。肾功能下降者无法有效排出磷，长期血磷偏高会导致皮肤瘙痒、骨骼疼痛以及心血管钙化。根据美国肾脏病学期刊的研究，血磷长期偏高的慢性肾衰竭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高于血磷控制良好者。第二个问题是糖分。一杯700毫升的全糖珍珠奶茶，糖分可达50到65克，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日糖分上限25克。对同时患有糖尿病的肾脏病患者来说，这一杯饮料足以让血糖剧烈波动，加速肾脏损伤。第三个问题是珍珠本身。珍珠是由木薯淀粉制成，本身钾含量不高，但吸饱糖水的珍珠是高升糖指数食物，会让血糖快速上升，同时增加胰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如果你真的很想喝一杯手摇饮，可以选择无糖的纯茶类，例如无糖绿茶或无糖乌龙，不加奶，不加珍珠，杯量选择小杯。但即便如此，也请在享用前先确认当天其他饮食的磷和糖分摄取情况。如果觉得这份内容有帮助，请留言6并点赞，这能给我更多动力，分享更多贴近生活且真正实用的健康知识。第7种，鸡汤和骨头汤。被誉为最滋补的家常饮品，但嘌呤和磷的含量对肾功能不佳者是严峻考验。鸡汤和骨头汤在华人家庭里有着特殊的地位，生病了喝鸡汤，手术后喝骨汤，天冷了炖一锅猪骨萝卜汤，这几乎是深入骨子里的饮食传统。浓郁的汤底看起来营养满满，很多长辈认为汤底的精华最好，甚至觉得汤比肉更补。但这里有一个医学上的事实，很多人并不知道。经过长时间熬煮的肉汤，嘌呤含量极高，嘌呤在体内代谢后会产生尿酸，而尿酸需要由肾脏过滤排出。当肾功能下降，尿酸无法及时清除，就会在关节和肾脏中累积，形成尿酸结晶，引发痛风发作，并进一步损伤肾小管。一碗250毫升的浓缩鸡骨高汤，嘌呤含量可达150到200毫克。对慢性肾脏病患者每日建议摄取上限100毫克的标准来说，单单一碗就已超标。除了嘌呤，浓汤中的磷含量也相当可观。骨头中的磷在长时间熬煮后会大量融入汤中，一碗龙骨汤的磷含量可达200毫克以上。对需要严格限磷的肾脏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我想分享另一个真实案例。高雄的黄淑芬女士70岁，每周固定炖2次猪骨汤，家人都说她的汤是全家人的健康来源。但在一次痛风急性发作后，医师检查发现她的肾功能已经进入第3期慢性肾脏病阶段。追溯饮食习惯才发现，长期大量饮用浓汤是她尿酸和血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她后来对我说，我以为在补身体，没想到是在伤肾脏。早知道应该听医生的话，少喝汤。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传统饮食观念并非总是正确的。
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后，更需要用医学知识来检视日常习惯。如果你仍然希望喝汤，建议改用蔬菜清汤，例如大白菜、冬瓜或丝瓜组成的清淡蔬菜汤，嘌呤和磷含量远低于肉骨汤，同时仍能带来温暖和饱足感。第8种，咖啡。风靡全球的提神饮品，但草酸和咖啡因对脆弱肾脏的影响不可小觑。咖啡早已不只是年轻人的饮品，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黑咖啡，或是加了牛奶的拿铁。研究确实显示，适量咖啡对一般人有抗氧化和降低某些慢性病风险的作用，但对正在照顾肾脏的人来说，有几件事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问题是草酸，咖啡豆中含有草酸，一杯240毫升的黑咖啡，草酸含量约为7毫克。单杯看起来不多，但若每天喝2到3杯，加上其他草酸来源，例如菠菜、坚果或浓茶，累积量对已有肾结石风险者不可忽视。第二个问题是咖啡因的利尿作用。咖啡因会增加尿液排出量，对肾脏功能不佳者来说，这种强迫利尿可能加速脱水，让肾脏在缺水状态下运作，增加肾小管损伤的风险。同时，咖啡因还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导致血压短暂升高，这对本来就有高血压的老年肾脏病患者来说是额外的负担。第三个问题来自加工咖啡产品。市售3合1即溶咖啡中通常添加了大量磷酸盐作为稳定剂，以及高量的糖和奶精，这些成分对肾脏的损害已经远超咖啡本身。一包3合1咖啡的磷含量可高达120毫克，糖分则可达15到20克。对肾脏病患者来说，即溶咖啡应该被完全排除在饮品清单之外。如果你难以放弃咖啡，建议每天只喝1杯，选择黑咖啡，不加奶精和糖，并在饮用后补充足量的白开水，以减缓利尿带来的脱水风险。若深丝球过滤率已低于30，请先咨询医师，确认是否适合继续饮用咖啡。第9种，市售蔬果汁和养生饮品，被包装成健康标签的产品，却可能是肾脏病患者最容易忽视的高钾高糖陷阱。这是今天最后一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种。市面上有大量标榜天然无添加有机的瓶装蔬果汁和养生饮品，标签上印着菠菜、芹菜、苹果、甜菜根、姜黄，让人觉得这就是健康的象征。很多长辈会特别去购买这类产品，觉得喝了会补充蔬菜的营养，同时又省去了自己烹调的麻烦。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几乎没有人告诉你。市售蔬果汁的制作过程中，蔬菜和水果的纤维几乎被完全去除，但钾离子被高度浓缩。一瓶250毫升的综合蔬果汁钾含量可高达600到900毫克，远高于你直接吃相同分量的新鲜蔬菜所摄取的钾量。对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一瓶下去可能就已经接近当日钾摄取的安全上限。更棘手的是，这类产品通常还含有甜菜根汁或菠菜汁。甜菜根的草酸含量极高，每100克约含草酸152毫克。对有肾结石病史或已确诊慢性肾衰竭的人来说，大量饮用甜菜根汁等同于主动增加草酸结晶形成的风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添加剂。许多标榜天然的养生饮品，实际上在制造过程中添加了磷酸盐作为防腐剂，以及各种合成香料来弥补加工过程中流失的风味。这些添加的无机磷对肾脏病患者来说吸收率极高，比食物中天然的磷更难控制。根据肾脏病学临床实践期刊的分析，在对肾脏病患者的饮品选择研究中，市售蔬果汁被列为应严格限制或完全避免的饮品类别之一。原因正是高钾浓缩与无机磷添加的双重风险。这不是要你完全放弃从蔬菜中摄取营养，而是方式很重要。你可以选择直接食用新鲜蔬菜，透过烹调和分量控制来管理钾和磷的摄取，而不是用一瓶浓缩汁来一次解决。如果你非常希望有一杯蔬菜风味的饮品，可以用少量的黄瓜或低草酸的莴苣加白开水，简单搅打成清淡的蔬菜水，既有风味又不会产生大量的钾和草酸。请不要被天然有机无添加这类标签迷惑，标签是行销语言，不是医学建议。照顾肾脏需要的是真正的知识，而不是漂亮的包装。好，我们已经看完了这9种饮品，现在我想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整理给你。
饮品不是敌人，但如果选错、喝错，又误以为天然的就等于安全，那么在肾功能维持与走向衰竭之间，关键就在3件事：选对品项，控制分量，配合医嘱，白开水、淡泡无糖绿茶、低磷低钾的清淡蔬菜汤。这些是相对安全的选择，有助于补充水分，又不会过度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但如果你的日常饮品清单里还保留着浓茶、椰子水、果汁、手摇饮、鸡骨浓汤、运动饮料或市售蔬果汁，这就是危险区。这些饮品要么钾含量高，要么零浓缩，要么高糖高嘌呤。当肾功能已经开始衰退时，这些都是加速损伤的因素。现在我给你7个实际可以执行的建议。第一，立刻检视你每天喝的饮品清单，把高风险的饮品从日常习惯中移除，不要让旧习惯危及你现在的健康。第二，记住一条黄金原则，每日饮水量在医师允许的范围内维持稳定，不要因口渴难耐才大量喝水，也不要为了养生而刻意大量补充各种饮品。第三，与其喝浓缩果汁，不如直接吃低钾水果，例如苹果或梨子。与其喝骨头汤，不如喝清淡的丝瓜海狸汤，用替换来取代静止，更容易长期坚持。第四，对于难以戒断的咖啡或茶，请将每日总量控制在1杯以内，并选择淡泡、无糖、无奶精的版本。第五，服用降血压药、利尿剂或免疫抑制剂的人，饮品中的电解质含量需要额外注意。部分药物与高钾饮品的交互作用可能加重肾脏损伤，请在服药前后2小时避免饮用椰子水、果汁或运动饮料。第六，写饮品日记，记录今天喝了什么，大约喝了多少，以及之后身体有没有出现脚肿、疲劳、心悸或头晕的感觉。身体本身就是最早的警报器，它发出的信号有时比抽血报告更早出现。第七，如果不小心喝多了高钾饮品，请立即停止当天其他钾的来源。在医师允许的饮水范围内，适量补充白开水，并密切观察是否出现手脚麻木、肌肉无力或心悸等症状。如果症状持续，请立即就医，不要拖延。现在轮到你了，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目前处于肾脏病的哪个阶段？哪种饮品让你最难割舍？以及你希望我接下来深入分析哪一类食物或饮食习惯？如果觉得这段影片有帮助，请点赞并分享给朋友和家人。也许你今天的一个小小举动就能帮助某个人，避免踏上人生中第一次走进洗肾室的路。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